3000公里续写藏地传奇，一台家用 SUV 能否完成珠峰之约？咱们打卡组跟赶路组兵分2路呗。你还真开走了呀！阿里藏语的寓意是领地，也是边界，不仅是地理的边界，更是文明的边界。西边是真正的无人区，北边是昆仑山的脊背，这里是远方的远方，是世界屋脊的屋脊。从拉萨到阿里地区，我们走了1500公里，行程已经过半，距离珠峰还有3天的车程。下半程我们将从羌塘前往冈仁波齐，最终到达珠穆朗玛峰，完成本次朝圣之旅。上集我们发问远方到底有多远，这一集我们要去寻找答案。不在冈仁波齐，不在路上的任何一座雪山，在珠峰脚下，在那个所有人都想去但很少有人真正抵达的地方。阿里地区的国道和常见路况不同，没有护栏，没有路灯，没有每隔几百米就出现的摄像头，只有一条柏油路和路两边随时可能窜出来的藏野驴。在这样的路上开车，最大的挑战不是路况复杂，而是路况太简单，简单到容易犯困。从阿里地区到冈仁波齐大几百公里，大部分是国道和省道。虽然路况不算复杂，但是距离还是挺长的。这种情况下，费的就不是电不是油了，是司机的脚脖子。我觉得还有司机的耐心。经常跑高速的人都知道这500公里的国道驾驶，你的脚在刹车和油门之间来回切换，跑着跑着，你这个脚就麻了，就会觉得非常的疲惫。但是如果我们用了 NX8 的驾驶辅助系统呢，你的脚就可以稍微歇一歇了。所以今天咱们就把这段路交给 NX8 的驾驶辅助系统吧，看看在海拔4500的高原上，它能不能当好这个副驾驶。开始吧，哥。咱们开始。这个 NOA 一打开我感觉我就从司机变成这个乘客了。但我们在使用它的 NOA 的时候呢，还是要保证安全，双手要紧握方向盘，包括我们的脚呢，也要放在刹车的踏板上，保证安全。现在我们极致之旅呢是来到了格吉县，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县城。在这个路况呢，我们会遇到很多横穿的行人，我们看看它的驾驶辅助系统表现的到底怎么样。现在这个县城的道路限速是40，然后我们现在是卡着这个限速在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县城的车道线其实已经非常模糊了，被这个很多大车压过之后都看不太清楚了。这个路边也是有很多大货车。它有一个慢慢的减速的动作，前面有一个慢行的电动车，它选择了轻微的绕行，然后又安全的回到了我们的车道之内。好，前面有一个车在别我们，它进行了一个轻微的减速。它在减速的过程中没有那种非常重的重刹，而是轻微的刹车，保持了一个安全的距离。相比于那些主打通行效率优先的车型以及风格较为激进的辅助驾驶系统， NX8 的辅助驾驶风格呢是更偏安全和舒适取向的。它更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每次刹车制动都不突兀，能给人舒适的感觉，会让驾驶员与乘客更加的有信心。从阿里狮泉河到冈仁波齐会经过不少的城镇的路口，还有加塞的情况。这套 NOA 呢，除了常规的路段，还能在拥堵路段呢和复杂路口精准的判断。驾驶风格呢也比较的拟人，日常通勤呢和乡镇路段都能帮你减轻疲劳，遇到突发的情况呢也能提前的反应一下。确实作为一个驾驶经验没那么丰富的司机，我感觉有了这套 NX8 的驾驶辅助系统的帮助，在高原地区面对一些比较复杂的路况，开起来也会安心很多。这段路呢有很多的牧区路段牦牛、行人、电动车呢会突然的横穿，进出隧道的时候呢也容易遇到静止的车辆。
AEB 系统呢能识别横穿的车辆、鬼探头、静止目标这些场景，在你反应不过来的时候呢，主动刹车，减少这些碰撞的风险。跑这种复杂的路段呢，还是很实用的。头顶的激光雷达配合12个摄像头、毫米波雷达和超声波雷达，一共29个感知传感器，在阿里的强日照逆光沙尘路段呢，对路况的识别会更加的精准。遇到弯道坑洼呢，突发的障碍都能更早的发现。复杂的路况下呢，感知能力也更加的稳些。高原上的辅助驾驶路况被誉为地狱级难度，高原光照极其强烈，影响摄像头以及雷达系统的工作。由于大车的碾压，车道线时有时无，没有围栏的国道也是经常有野生动物鬼探头。即便在如此高难度的场景下，日产 NX8 的驾驶辅助系统也没有因此罢工。刺眼的阳光下，驾驶辅助系统依然继续锁定前车。车道线变模糊的时候呢，它依旧能够在车道内居中行驶。野生动物突然横穿时，它比我先做了减速。这套系统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的可靠性。在高原上，在你开了几个小时长途后，眼睛开始发酸，注意力开始涣散的时候，它还能够辅助你盯着路面，帮助你做一次减速，替你扛过那最容易走神的1秒钟。在高原上，这1秒钟可能就是安全的全部距离。我们左手边的就是冈仁波齐，冈仁波齐的left song扎西德嘞。冈仁波齐，信徒共同认定的世界中心，藏语被译为雪山宝贝。峰顶覆盖着永久积雪和冰川，四壁光滑，素有阿里之巅的誉称，也是世界公认的神山。今年是藏历马年，哎哥，你知道在马年寻找圣山意味着什么吗？我只听说马年朝圣功德是其他年份的13倍。哎，对，所以说不是路程变短了，是功德变厚了。因为藏族人相信马年是冈仁波齐的本命年，所以在这一年神山会离你更近。找寻冈仁波齐是登山爱好者们共同尊崇的1000年传统，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冈仁波齐，但在马年这个数字会翻倍，他们来自尼泊尔、不丹、印度，来自青海、四川、云南，有人走，有人磕长头，有人只是站在那里哭得像一个孩子。到达冈仁波齐，虔诚朝拜的信徒与庄严肃穆的神山，让我们对于信仰有了新的体悟。站在朝拜的人群中央，感受神山的召唤，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生体验。对于这台跟我们一起来到神山脚下的 NX8， 我们也有了新的认识。冈仁波齐是坚毅且柔和的，而 NX8 也一样，它的设计语言里没有张牙舞爪4个字，它依旧是日产最标志性的 V-Motion 家族语言。横向的棱线能够拉伸视觉宽度，让前脸看起来更宽，并且配备了 2.4 米长的贯穿式日行灯，它由138颗 LED 灯源组成，点亮后整体性很强，夜晚的行车辨识度也更高一些。车身侧面运用了一体式无瑕车身工艺，说白了呢，就是车身侧面是完全纯平的，它是采用了低面差的设计语言。当然了，这也不完全是为了美观，实际驾驶过程中呢，也能够一定程度上的降低风阻，而且它还采用了一个隐藏式水切的设计，看上去更加的整洁和美观。找寻圣山的意义从来不是到达终点，是你在路上把自己走小了。当我变小了，世界就变大了。这是冈仁波齐教给每一个来者的东西，不分信仰，不分民族。冈仁波齐不是终点，它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你已经走了很远，但最远的地方还在前面。珠峰108拐，光听名字就知道不是善茬。左边是风化严重的岩壁，右边就是几百米落差的悬崖。它的险在于无止境的弯道，一个回头弯又接着另一个回头弯，每个弯都长得差不多。说实话，开到后半段你根本不会再去数还剩下多少道拐，你只关心一件事儿：这辆车的底盘还撑不撑得住，刹车会不会发生热衰减。
一台路感好的车啊，它不需要你猜就能告诉你一个正向的反馈。是，而且这么多弯，其实即便咱们再加点速，坐在车里也不会感觉有多么左摇右晃。而且小虎，你有没有发现啊，在咱们过弯的时候呢，它座椅有一个侧向的支撑，这个功能呢本来是一个运动车型才有的功能，但在这辆家用 SUV 上出现，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是我刚才也发现了，这个功能可以提升车内成员的乘坐舒适性，在颠簸或者复杂路面上能够减少晃动，起到防晕车的作用，还是很实用的。加乌拉山口是观赏珠峰的最佳位置，但在这里停车的人往往忘记了一件事儿：下山的路比上山更难。长下坡连续弯道，刹车系统的压力陡增。NX8 的能量回收系统呢，在这一刻变成了主角。跑珠峰108道拐这种连续急弯的山路呢，这套豪华车同款的 DP EPS 转向就很实用了。搭配后五连杆悬架，再加上前后50:50的均衡配重，转向精准不模糊。连续过弯呢，车身也很稳，过坑洼碎石路呢也不会颠得难受。在高原长下坡连续颠簸路段呢，这套4点悬置能有效的隔绝震动，电机和底盘的抖动呢很少传到车内。跑完全程108道拐，车内依然是平稳的，长时间驾驶呢也不会觉得疲惫。108道拐呢，弯道急，落差大，后五连杆悬架呢横向刚性更强，悬架行程呢也更宽。过弯呢侧倾小，车身不晃，烂路过滤的很柔和，哪怕是后排乘坐啊，在这种连续山路里也不会觉得颠簸和难受。从冈仁波齐到珠峰，碎石、沙土、被水冲断的沟壑，被大车压出深深车辙的便道，非铺装路面的每一种形态呢，在这儿都有。NX8 呢是一台家用 SUV， 它的定位不是硬派越野，但它的接近角和离去角给了它在这段路上不怂的底气。再加上电机低速时满额输出的扭矩呢，爬碎石坡不用冲，慢慢的给电呢就能上去。它不是让你去越野的车，但当你需要它走一段烂路的时候呢，它不会把你扔在半路，这在西藏就是一种奢侈。在这里，东风日产 NX8 给出的反馈是稳，入弯的时候车头指向精准，方向盘不需要反复修正，出弯的时候电机扭矩随踩随到，不需要等转速爬升，连续10几公里的长下坡，制动系统稳稳刹停。在这种盘山路况上，车的稳比快要重要得多。东风日产 NX8 并不是在征服108道拐，而是在用自己的节奏，平稳的、体面的、让人安心的把我带到珠峰脚下。3000公里，这不是一个关于自驾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抵达梦想的故事。出发的时候有人跟我们说，开一台家用 SUV 来珠峰，别闹了，这是硬派越野车该干的事儿。你知道最让我感慨的是什么吗？是什么呢？不仅仅是这一路的美景，还有这辆车，因为它从来不跟我们抱怨。全程3000公里，7座垭口，一片无人区，108个发卡弯道，增程系统在无人区里让续航更加的从容。粗板路上，它的底盘始终紧致，内饰安静如初。外放电在无人区里照亮了整片营地。过108个发卡弯，车身姿态始终保持稳定。他用每1公里把可靠2个字拆解成了无数个具体的瞬间：加速、过弯、充电、露营、醒来。然后在珠峰脚下，他把这些瞬间重新装订成一份答案。远方没那么贵，也没那么难，难的从来不是路，是找到一台值得信赖的车。而 NX8 做到了。一台车2个人，这不是一个关于极限挑战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可能性被打开的故事。日产 NX8 呢，虽然是一台家用 SUV 啊，但它带我们去到了硬派越野才能去的地方。远方从来不是距离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出发的问题。而日产 NX8 让我们正式踏上了此次极致之旅。一台家用 SUV 3000公里奔袭，在高原充电桩数量极其稀少的情况下，它依然用每公里4毛钱的经济性抵达世界屋脊。从铺装公路到搓板碎石，从零下10度的寒夜到海拔5000米垭口，这台车没有出过任何问题，没有异响，没有报警，没有一次把我们晾在路上，全程零故障。
这不是运气，这是这辆车以可靠性为初衷的结果。远方不一定贵，远方不一定难，但前提是你得驾驶一台真正靠得住的车。而 NX8 正是这样的一辆车，它的可靠性跟稳定性不仅能够带我们穿越西藏，到达珠峰脚下，同时呢，也能够让人安心，守护每一份用户的信赖。